B 邻居全家遇害后，我和我妈与凶手同时进了电梯，我们成了唯一接触过真凶的人。后来凶手假扮成警察敲响我家房门。小姑娘，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脸？我正想说什么，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弹幕：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凶手假装的。好可怜，这小女孩是盲女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可深夜屠夫还是不肯放过她。我全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。失明2年，我明明什么都看不见，可现在这些弹幕就这样水灵灵地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握着门把手的手心已经沁出了汗。那人就站在门外，似乎用手按着门，他离我很近，似有若无的血腥气混合着淡淡的消毒水味，似乎都在向我证实那几行弹幕的可信度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真的什么都看不见。面前空气似乎在来回流动。我的天，他在试探小女孩是不是真的看不见。吓死我了，刚才他手心里的刀尖就差点扎进女孩的眼睛里了。空气不再流动，那人停止了试探。我刚才心脏都快骤停了，快关门啊，急死我了，他进屋就完蛋了。我勉强扯出笑容：叔叔你问问别人吧，我只是个盲女，帮不上忙的。我感觉到门的阻力明显变小，赶紧用力去拉。突然厨房方向传来我妈的脚步声，门砰的一声再次被按住。是谁啊？哎呀，小将，妈妈不是和你说过你看不见不要随便开门吗？我不管不顾继续关门，却感觉到一股阻力，怎么也关不上。您好，我是警察。我听到我妈快速迎来的脚步声，她的声音饱含歉意：是警察同志，快请进。我瞬间毛骨悚然的差点叫出来，然后绝望的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，咔嚓，门关了。我妈强行把我带回卧室，我紧握着我妈的手，心里发慌。妈，别去，有字，我看到好多字在眼前飘，字上说这个警察是杀人犯假扮的。我说完那些话浑身一僵，因为我听到了 BB 的静音声。我不死心的不断重复告诉我妈刚才的话，可是我的嘴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居然都没有声音。我妈果然听不到我的话，只是不明所以的问我怎么老是张着嘴巴哭。小将，你是不是吓坏了？楼上你陈阿姨一家被坏人杀了，妈妈得把知道的都和警察说，让警察抓坏人。那恶魔戴着口罩和帽子，虽然妈妈没看清那人的脸，但我记得他后颈处有一块特别的刀疤。乖乖在床上躺着，妈妈一会就来陪你。下一秒，我听到咔嚓一声，好像是卧室门被反锁的声音。我摸索着找到门把手，使劲扭动，可门却纹丝不动。天哪，他妈妈难道不知道警察不会一个人出警吗？真的被他蠢哭。小区发生命案，被调查很正常，正常人谁会去怀疑人民警察？好可怜啊，他妈妈马上就要被杀了。我猛地跳起身，对着虚空中不断拍打，想驱赶掉那些不断弹出的弹幕。我妈妈不会死。他在说什么啊？怎么这段听不到声音？坏了，他妈妈发现假警察脖梗的刀疤了，深夜屠夫要动手了。怎么办？我突然想起，自从我车祸失明之后，家里每一处都是有监控的。我记得我妈说过，我屋里监控藏在顶灯里。我只能仰着头，对着天花板开始喊：爸爸，你能听见吗？爸爸。他不知道他爸爸这个时候正在实验室，没看到，他得多无助啊。等等，他妈妈这边为什么一直没有声音啊？我的天，我哭死！他妈妈，我瞬间崩溃了。我妈妈怎么了？你们快说啊！他妈妈说，他女儿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要深夜屠夫肯放过他女儿，他被杀的时候就不发出任何呼救声音。他妈妈被虐杀了10几刀，真的一声没吭。弹幕一下陷入集体的沉默。这时我听到脚步声，咔嚓，卧室门开了，一瞬间浓烈的血腥味冲进我的鼻腔。我知道假警察就在门边，可我顾不上那么多，我边往外爬边到处摸。妈，你在哪？那些弹幕都在撒谎。那个脚步声却跟着我一路走，终于我的手碰到了一片粘稠的湿润。我这才意识到那些弹幕说的竟是真的。身后的脚步声这时也戛然而止，然后他调转了方向往大门方向走去。这时头顶处突然响起一声肝胆剧烈的惨叫，收响，是我爸的声音。这时脚步声再次向我靠近，我仰着头哭着喊：爸，救我！下一秒，我的脖梗一凉，我栽倒在我妈还有余温的怀里，伴随着一道白光，耳边再次传来那个恶魔的声音：小姑娘，你们楼上的邻居昨天夜里被人杀害了，你有看到凶手的脸吗？我竟然重生了，这一次不能让他进门，我必须在我妈发出声响之前让假警察离开。叔叔，我是盲人，整个小区都知道我已经失明2年了，昨天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您去问问别人吧。按着门的手明显松了，我赶紧去关门，防盗门发出特有的吱呀声，这是一个东西哐当卡在门缝，我浑身的血液瞬间停滞。假警察低低地笑了一声：小姑娘，你很着急吗？我浑身僵硬，不着急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他突然大声喊道：屋里有大人吗？我是警察，来调查楼上案情的，请配合我的工作。然后我绝望地听到了我妈的脚步声：哎呀，是警察同志，快请进。这一切的走向还是和前世一模一样。然后我妈再次把我强行锁进了卧室里。天哪，为什么我感觉小姑娘好像知道警察是深夜屠夫假扮的？她真的看不见吗？我很快让自己冷静下来，
开始在纸张上摸索着写字，然后朝着虚空里一张张向四面八方的弹幕展开。帮我，报警，救我妈妈！他在干什么？怎么拿着白纸满屋子跑？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啊，好可怜啊！看到这我彻底绝望了。这时咔的一声，卧室的门把手被轻轻拧动，我知道门即将被打开。我闷吼一声，在门推开的瞬间，猛地往门的方向撞去。我去，他居然想反杀！深夜屠夫的大腿受伤了。我趴在地上，胸口疼得几乎裂开。弹幕说他摔伤了腿，我咬着牙赶紧往屋外爬，已经来不及思考。我依靠着本能往大门的方向边爬边走。没用的，大门被深夜屠夫反锁了，他看不见，出不去的。救命！快跑啊！深夜屠夫站起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脑海中突然蹦出前几天过生日的场景。那天我还没吹蜡烛，一阵风蜡烛就灭了，我却从容地直接去了厨房，拿来了打火机。这个家我太熟悉了，有没有灯对我没有区别。我立刻摸索着往厨房快速冲去，切断了电闸，屋里陷入一片漆黑。深夜屠夫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停了下来。小兔崽子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早知道你比你妈还费劲，我进门就该直接嘎了你。我竖着耳朵捕捉着假警察发出的声音，他在客厅沙发的位置，我要藏起来等待救援。这时我听到天花板的声音再度响起：舒夏、小将，你们在吗？是我爸，他终于看监控了。假警察那边的声音跟着停顿下来。太黑了，他爸爸什么也看不到。监控可以回放的，他一会反应过来肯定会去看。居然有监控，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你做垫背。完了，深夜屠夫被激怒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细细挪动，不肯放过一丝一毫的声音。他拖着腿往卧室走了，我蹑手蹑脚地开始往沙发处爬，然后躲到了客厅沙发的下面。黑暗中，他的脚步声通过地板放大，一声声扣响着我的耳膜。我循着声音判断，那是客厅的大门方向。他放弃了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手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我妈口袋里的手机，离我是如此之近。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越来越近。我听到衣服窸窸窣窣折叠的声音，突然一个毛骨悚然的笑声在我耳边响起。西西，发现你了！我瞬间慌了，那人不断发疯地刺向沙发，刀子划拉过沙发底的木板，刺穿我的背部。这时一声高亢的警鸣炸雷般在窗外炸起，穿刺声终于停了下来。再次苏醒，我听到了我爸颤抖的声音：别怕，小将，爸爸在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这一次我活了下来，代价是头部以下的终身瘫痪，我看不见，身体无法动弹。我爸每天除了照顾我，就是一头扎进他的实验室。我的求生欲越来越低，我拒绝了眼角膜移植手术。爸，我想妈妈。我爸泪流满面。小将，你想让爸爸亲手送你走，这是想要爸爸的命啊！那天晚上，我在我爸怀里睡得很沉，梦里我再次见到了我妈，然后我的眼前一道亮光闪过，耳边再次响起恶魔的声音：小姑娘，你们楼上的邻居昨天夜里被人杀害了，你有看到凶手的脸吗？我知道我再次重生了。不要相信他，他是凶手假装的。我竟然再次重生了。这一场景已经发生了2次，我极力压制声音里的颤抖，让自己的语气自然。没有，我是盲人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叔叔，你还是问问别人吧。面前的空气出现明显的流动感，他又在试探我是不是真的看不见。挡门的手明显变得松动，这一次我没有着急，我强行控制住自己关门的冲动，等待他完全松开手，然后开始关门。咔嗒，门关上了。这时我听到了我妈的脚步声，刚要开口，谁知下一秒竟听到我妈充满惊讶的声音：警察同志，您找谁？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女孩还不知道，刚刚她关门之前，深夜屠夫已经悄悄溜进了她的家中。是呀，动静太小了，小女孩又看不见。事实证明，我根本不可能阻拦她进入我家。身后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：你好，我是警察，来调查楼上案情的，请配合我的工作。我妈的声音迟疑的3秒。哎呀，原来调查案情的，你先坐，我家孩子看不见，我先抱他进屋。接着我再次被我妈强制带到了卧室。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根本无法与深夜屠夫抗衡，更何况我还是个盲人。这次说什么我都要让我妈帮我。等等，他的妈妈好像在用手机看监控，他好像发现假警察脖梗上的伤疤了。估计是刚才假警察肆意进入家门，引起了他妈妈的警觉。随后我听到我妈拨号的声音：是110吗？这里是幸福小区3栋1102，有坏人假扮成警察，快来救我们！这时客厅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随即伴随着假警察的催促：好了没有？请尽快配合我的工作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妈放下手中的电话，赶紧附和道：来了来了。接着我妈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：小将，无论外面发生什么，你记住，一定不要出去。我望着我妈离去的背影，使劲喊道：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不要忘记点蜡烛。我妈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：好，什么意思啊？小女孩的生日不是后天吗？她为什么要说是今天？就在这时，屋里一下子变黑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？
准确的说是我妈拉断了电闸。我妈听懂了我给她的暗示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屋外不断传来走动的脚步声，我害怕的躲在靠窗的位置，心中满是对我妈的担忧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手机铃声，我心中暗自不妙，猜测我妈的位置肯定是暴露了。接着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然后是一阵混乱的打斗声，以及男人的辱骂。死婆娘，你这个该死的！随后是一阵阵急促的踹门声。什么情况？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不是他妈妈又要被杀了？看到这，我再次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心中不断祈祷着我妈妈能平安无事。此时窗外响起了警笛声，警察终于来了。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破门声，客厅里传来许多人走动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房门被打开了。小将，没事了。是我妈，我赶紧和她拥抱在一起。妈妈，吓死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傻孩子，你难道忘了我和你一样熟悉这个家？是呀，在我失明的这2年里，我妈为了能让我的心里得到安慰，经常会遮住自己的眼睛，陪我玩一些躲猫猫的游戏，希望以此可以更好的鼓励我。所以即便是在黑暗的环境中，我妈也可以轻松适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妈偷偷在主卧里倒满了食用油，然后将提前设好闹钟的手机放在了主卧的床上，而听到声音的深夜屠夫一进入主卧就滑倒了，我妈则趁机将房门关上并上锁。自知中计的深夜屠夫即便心中满是怒气，可他也只能无奈地在房屋中不停地打滑摔倒。就这样，我妈成功牵制住深夜屠夫，直到警察的到来。自从这件事情之后，我爸辞去了手中的科研工作，选择永远守护在我和妈妈身旁。我问我爸：爸爸，你之前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呀？为什么现在突然放弃了？我爸摸摸我的头，温柔地说：爸爸研究的是时光机，一个可以让时光倒流的机器，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